有一对已经结婚10年的中美跨国夫妻和那些人财两空的跨国婚姻相比，南风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而且评论区里都说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跨国婚姻没什么不好的，这才是最吸引人的跨国情缘。抱着好奇心，我翻完了300多个视频。河南小伙温斯顿在一个关爱孤儿的义工夏令营认识了美国姑娘瑞贝卡，两人每天的交集就是围着孤儿转。温斯顿发现瑞贝卡是个很有爱心的姑娘，孩子生病了，二话不说就带着去市里的医院看。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孤儿这么有爱心，着实打动了温斯顿的心。他喜欢上了美国姑娘瑞贝卡。温斯顿和瑞贝卡现在已经结婚10年了，两人是如何克服重重阻碍步入婚姻的？婚后生活又是怎样的？真的如网友说的那样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吗？大家好，我是南风，本期我就带大家走进温斯顿和瑞贝卡的跨国婚姻。1990年，温斯顿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地方，家里的经济条件给不了温斯顿优越的生活环境，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生活的努力。温斯顿是个特别上进善良的孩子，在学习上从没让父母操过心，每次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都是大大的100分。凭借着优秀的成绩，他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在大学期间，温斯顿找到了一个特别的爱好，这个爱好不是打游戏，而是去福利院关爱孤儿。每次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温斯顿最快乐的日子。他觉得这些小朋友就是人间的天使，每次有活动，温斯顿都是第一个报名的。有人还和温斯顿开玩笑说，你这么喜欢孩子，以后结婚了不知道得生多少个呢？要是再找一个同样也喜欢孩子的老婆，那你家都能开个幼儿园了。当时的玩笑话在几年后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温斯顿真的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女朋友。2012年，温斯顿从大学毕业了，面对未来的选择，他很迷茫，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为了缓解毕业带来的紧张感，温斯顿报名参加了一个关爱孤儿的夏令营。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未来的方向，还找到了一生所爱。同时，参加夏令营的还有一个来自美国的漂亮姑娘瑞贝卡。瑞贝卡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从小到大是在爱的包围下长大。她没想到有那么多孩子出生就没有父母的照顾。当第一次来到孤儿院时，瑞贝卡惊讶地捂住了嘴。从那之后，瑞贝卡就经常参与各种关爱儿童的公益活动。这次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参加一个专门关爱孤儿的夏令营。活动第一天，主办方先安排志愿者们互相见面认识，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然后再安排大家和孩子们见面。温斯顿注意到有个外国姑娘特别受小朋友们的欢迎，短短5分钟时间，一群人哈哈大笑。瑞贝卡的微笑深深吸引了温斯顿，只要瑞贝卡展露笑容，温斯顿便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温暖了起来。尤其是那次连夜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温斯顿发现瑞贝卡不仅性格开朗，心地还特别善良。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孩子高烧一直不退，瑞贝卡虽然心急如焚，但处理事情却有条不紊。她急忙叫了车，抱着孩子就去了医院。一直等到孩子完全退烧，才去旁边的床上躺了会儿。当时温斯顿一直陪在身边，也是因为这一次经历，两人对对方都有了好感，短短2周，两个人就恋爱了。三观一致，也很聊得来，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距离，但幸好两人正处在热恋当中，这些困难对小情侣来说都可以克服。温斯顿每天都会给瑞贝卡发消息，从早餐吃什么发到工作都干了些什么，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来分享。隔了一段时间后，温斯顿实在是耐不住思念的苦，便买了飞美国的机票，辗转多地，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女朋友。两人在机场见面就来了一个巨大的拥抱，瑞贝卡带着温斯顿回家见了父母。在和长辈聊天的时候，温斯顿很放得开，他们也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很成熟稳重，是个值得相处的人。其实面对面沟通是最能增进感情的，就见这一面，温斯顿更加确定了对瑞贝卡的喜欢，也决定带她回家见父母。瑞贝卡肯定不知道在中国见父母代表着什么。当车子被村民们团团围住时，她才意识到大家都想看看这位外国媳妇儿长什么样。
他立刻又缩回了车里，只能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次见面，温斯顿的父母还给瑞贝卡准备了红包。虽然语言不通，但瑞贝卡的开朗性格很讨中国婆婆的欢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得其乐融融，双方父母都见过了，也都挺满意的。不过两人眼下还没把结婚提上日程，光是处理异国恋的各种问题就够忙的了。短暂的相聚很快就到了头，接下来又是长达10个月的苦苦思念。其实在见过家长之后，温斯顿心里就已经把瑞贝卡当成未来的结婚对象了。他总在私下里盘算，到底什么时候向瑞贝卡开口求婚比较合适。能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姑娘真的不容易，还是想着早点娶回家能踏实一些。当他试探性地询问瑞贝卡的意见时，对方沉默了，发出的消息如同石沉大海，等了好久都没有回应。温斯顿觉得是不是瑞贝卡还需要考虑一下，便也没有再提。但没想到这次两人陷入了感情的瓶颈期，聊天没有之前频繁了，聊天的感觉也没有之前亲密了。温斯顿不知道两人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难道瑞贝卡从没有想过和自己结婚吗？温斯顿觉得还是得当面解决，刚好瑞贝卡也要来厦门参加朋友的聚会，就借着这个机会见一面。温斯顿直接和老板请假，连夜飞往了厦门，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友。但是发现对方的态度很冷淡，也不主动和自己说话。无奈之下，温斯顿只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来传达自己的心意。这个杯子可是有特殊设计的，只要往里面倒上热水，杯子上就会浮现出两人的照片。这个杯子是温斯顿特意去店里定制的，但杯子是送出去了，效果却完全没达到预期。瑞贝卡压根儿没察觉到杯子的特殊含义，她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礼物，说了声谢谢就收下了。随后瑞贝卡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这辈子会不会结婚，我也没想过这辈子我要结婚吗？这个问题把温斯顿问懵了，他不知道瑞贝卡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放弃这段坚持了这么久的跨国恋吗？面对真诚的温斯顿，瑞贝卡的心里也很难过，她对待感情向来都是全心全意的，只是突然被提到结婚这件事儿，她一时之间有些慌了神，感觉所有事情都进展得太快了，两人似乎还看不到一个安稳的未来。这次的见面闹得挺不愉快，温斯顿觉得还是先各自冷静一下比较好，先把心思放在搞事业上。其实人只有在忙起来的时候，才不会因女友的事情而陷入悲伤。温斯顿的这个办法果然起了作用，瑞贝卡主动找到他，倾诉了自己的顾虑，这让他终于敞开了心扉。两人也总算对未来的规划达成了共识。这次感情危机也险些让这段美好的恋情画上句号。2013年，温斯顿决定正式向他求婚。瑞贝卡惊讶地捂住嘴巴，眼含热泪，答应了温斯顿的求婚。戒指刚好合适地戴在了手指上，紧接着便是充满爱意的亲吻。其实，瑞贝卡的父母是温斯顿最得力的助攻，他们深知这个小伙子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所以总是在女儿面前替他说好话，并且结婚的彩礼1分钱都没要，对房子车子也没什么硬性要求，对于小两口之后在哪里生活也没有任何意见。2014年4月2日，温斯顿带着瑞贝卡回到中国举办了婚礼。8月2日，两人在美国又举办了一场婚礼。婚礼之后，两人就踏上了蜜月之旅。温斯顿并没有带着瑞贝卡去什么海边，而是去了一个安静的小山城。两人手牵手逛遍了整座山，和山里的小动物打招呼，站在山顶放声大喊。光两人的合照就占满了手机，做成相册厚厚的一大本。在蜜月的最后一天，两人站在山顶许下了心愿，想着将来有了孩子，一定要带孩子来这同一个地方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个小家庭的成长点滴。婚也结了，蜜月也度了。温斯顿带着瑞贝卡回到了中国，两人在郑州开始了幸福又平淡的小日子。2015年的春天，温斯顿的宝贝女儿在阿拉巴马州出生了，他给孩子取名叫雅恩。在教育上，他采用了中英结合的方式。孩子曾骄傲地说，我比别的小朋友都要幸福，因为我的爸爸是中国人，而我的妈妈是美国人，这样我既可以说中文，又会说英文。
温斯顿和瑞贝卡真的特别喜欢小孩，雅恩刚长大一些，新成员就来了，瑞贝卡怀上了2胎。这幸福的婚后生活真的是应了当时舍友调侃他的话了。看着可爱的2女儿，温斯顿给孩子取名为心源，2个人天天围着孩子转。在良好的教育下，雅恩完全没有那种觉得弟弟妹妹会分走父母爱的想法，反而主动让爸妈再添一个弟弟。雅恩的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瑞贝卡又怀上了第3个孩子，这一胎是个宝贝儿子，温斯顿给儿子起名叫程程。看着家里3个闹腾的孩子，温斯顿别提有多幸福了。他将瑞贝卡轻轻搂在怀里，2人不禁回忆起当初走到一起的种种不易，一路磕磕绊绊这么多年，终于组建起幸福的5口之家。2020年6月，温斯顿和瑞贝卡带着3个孩子举家迁往美国。不少人对他们移居美国感到不解，其实对温斯顿而言，在哪儿生活都差不多。瑞贝卡在中国待了也有好几年了，也是时候回家看看了。定居美国也是为了照顾瑞贝卡的生活习惯，也是为了孩子的成长。目前距离2人结婚都6年了，也算老夫老妻了，这些问题都好商量。不过美国的房价也挺贵的，虽然房屋占地面积大，还是个小别墅，但是一次支付也不是个小数目。2人开着车是看了又看，选了又选。2021年距离2人喜结连理已经过去整整7年了，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当年他们在度蜜月时曾经许下过一个美好的心愿，希望将来有了孩子以后，一定要带着孩子再回到这里，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一张同样意义的照片。这一次他们重走了当年那条熟悉的路，入住了当年那家充满回忆的酒店。只不过当初的甜蜜2人世界，如今已经变成了热闹的5口之家。2人1人牵着一个，婴儿车里还推着一个，一路上说说笑笑，气氛融洽而幸福。在当年的每个地方都拍了照片，对温斯顿和瑞贝卡来说，这些回忆都是无价的。边走边给孩子们讲述当时的点点滴滴，这或许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从2人相识到步入婚姻殿堂，转眼间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为了家庭的生计，他们每日都在外辛勤奔波，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专属的2人时光了。温斯顿悄悄地请来了妻子的妹妹帮忙照看家中的孩子，自己则带着瑞贝卡出门去看了一场电影。一场看似简单的电影，却让2人重新找回了当年热恋时的甜蜜感觉。其实甜蜜的爱情到最后都变成了幸福的家庭，当初的悸动变成了现在的携手共进。在中国的家庭也是这样的，2个人因为爱走到了一起，最后用爱浇灌自己的孩子，教会他们去爱。看完视频的你，是不是和网友们看法一样了？这样的跨国婚姻值得一个大大的赞，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虽然在宏观层面上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博弈，甚至常常被蒙上竞争与冷战的阴影，但温斯顿与瑞贝卡的故事却像是一抹破土而出的新绿，让我们看到了冰冷政治之外的人性温情。国与国之间或许存在着利益的纠葛、文化的差异，甚至是地缘政治的摩擦，但在2个鲜活的灵魂面前，这些高墙并非不可逾越。温斯顿和瑞贝卡的10年婚姻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了，在这个星球上，尽管不同语系、不同信仰、不同社会背景的碰撞从未停止，但爱情永远是那门不需要翻译的通用语言。它不属于任何政权，也不受限于任何协议，它只生长在2颗赤诚相待的心灵沃土之上。这种跨越国界的深情，实际上是中美民间交往中最为坚韧的纽带。当宏观叙事变得沉重时，微观的个体幸福就显得尤为珍贵。瑞贝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关爱孤儿，展现的是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精神。温斯顿以河南小伙的担当和细腻赢得了美国姑娘的芳心，展现的是中国家庭勤勉包容的底色。他们组建的5口之家就像是一个缩小的地球村，中文的韵律与英文的节奏在这里和谐共振，2种文明在柴米油盐中完成了最深刻的融合。这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更是2种文化的深度对话。这种对话没有敌意，
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许。屏幕前的朋友们，在这个有时显得嘈杂和对立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拥有像温斯顿与瑞贝卡一样的勇气，不要被外界的刻板印象所束缚，不要因为那些宏大的冰冷的博弈而丧失了对异国文明的好奇与善意。无论是身处繁华的纽约，还是在宁静的河南小镇，爱与责任、善良与奋斗始终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应当明白，即便在关系严峻的时刻，民间那些细碎而真实的爱意才是构建和平最稳固的基石。希望每一个正在观看视频的你，都能在生活中去相信爱，去传递爱。面对分歧时多一份耐心，面对未知时多一份包容。让我们共同为这对10年如一日的夫妻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同时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们能打破内心的樊篱，去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去遇见那个能和你一起跨越山海、并肩而行的人。愿世界多一些这样的真诚，少一些偏见，让跨国情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能开出最美的花。好啦，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南风，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